Hello，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主题哦，比较特别是，你为什么来到这个地球？你即将要往哪里去？你这一生的使命方向是什么？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抽到的第一张牌 Prepare 准备好。你们在来到地球之前啊，其实做了很多的准备哦。你们呢，打包了一个无形的行囊，跟随着你一起来到地球。在这个行囊里面呢，有一些你未完成的课题，也有着你一直以来累积的生命的智慧。更多的是，我觉得有你们很久很久以前就在收集的灵魂碎片。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会是一组比较敏感、高敏的一群人哦。那你们很容易被外界的事件、声音所惊吓。可能有些朋友你的胆子是比较小的，或是有些朋友你比较容易跟别人共情，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情绪跟能量场影响。有些朋友你是晚上容易睡不好，容易多梦，或者是说你其实很容易被外在的声音干扰。我觉得你们来到地球之前，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准备，在整理你身上那个无形的行囊。这里面有你的一些记忆，包含你曾经爱过的人，曾经在战争中度过的那些记忆。好，你们的高敏啊，你们的共情啊，是你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因为宇宙知道你来到这个地球啊，会需要一些独特的感知力，你会需要拥有一双能够感知细微能量的
耳朵，或者是说你会需要能够看清楚这个人世间的眼睛。这个敏感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疲惫，因为你们同时会捕捉到太多的频率，有的时候会分不清楚哪一些是别人的，哪一些是自己的。好，再来看一下。好，下一张牌 Eternity 永恒哦。你们的故事啊，你们的灵魂哦，并不只有这一世。你们的灵魂碎片啊，很可能有些是在几百年前，甚至是在当你在其他星球的时候遗失的。那我觉得你们来到这个地球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收集你们的灵魂碎片，收集光，也收集阴影。你们很像是希腊神话里面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哦。冥界之王奥里西斯被敌人分成无数的小块，他的妻子啊伊西斯走遍天涯，把它一遍一遍的、一片一片的去拼回来，让他的生命重新诞生。我觉得你们的任务就很像是伊西斯一样，这一世来到这个世界是寻找你的灵魂碎片，修补自己的灵魂，直到你的灵魂完整，直到你的灵魂安定。所以你们来到地球啊，不只是生活，而是在寻找那些被时间、被伤痕分散的灵魂碎片。每次你找回一片，就更靠近自己最初的原来的真相。Sacred Earth， 好，你们地球对你们来说啊，我觉得是一个滋养能量的所在，所以跟神圣的地球的能量做连接，也像是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哦。地球啊，用它很温柔的声音告诉你说，你可以慢慢来，慢慢去探寻，没有人催你，没有人催促你。有的时候你们的灵魂很飘啊，好像风筝断了线一样，在空中要飘走了，然后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地球呢，它是那双把你拉回来的手。可能这组的朋友，你常常会觉得自己没有根，很飘，不知道在哪里，甚至能量常常好像被分散掉，做一些奇怪的梦。那地球就会在这个时候提醒你说，停下来，回到土地的怀抱里，去感受自己的存在哦。地球它是一个有意识的母亲，它用它的稳定安抚你疲惫的灵魂，它想要把你拉回来。所以第一组的朋友啊，可能对你们来说生命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或是议题哦。你们的生命啊，可能很像是这种快转的电影，去经历了很多别人无法经历的情绪跟事件，也有那一种大悲大喜的一个历程哦。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你一遍一遍的去找回你的灵魂碎片，把自己拼凑起来，拼得完整。Reflect， 好，水中的倒影哦，就像这个月亮星球在水中的倒影一样。其实，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很容易看见别人的需要，很容易感受到别人的情绪，可是有的时候却忘了照镜子，看一看自己需要什么。好，当你愿意凝视水中的倒影，凝视自己的内心，你会看见灵魂深处那个需要拥抱的自己。所以你们来到地球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的灵魂碎片，拼凑起来，还要好好的爱自己。
当你看见灵魂深处那一个需要拥抱的你自己，好好的爱你自己，你就能够去找到真正的平静哦。这张牌在告诉大家说，你的眼睛不要只盯着别人，你要花更多的时间看一看你自己，看一看镜中的自己。有的时候倒影啊，它是灵魂的入口。当你愿意去看见你自己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等待被你拥抱的内在的小孩，你能够找到真正的安定。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哦，你不只是好像反映别人的需要，反映别人的情绪，而是你也要在镜子中去看见你自己的需要，你自己的情绪。接受 receive 好，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很习惯付出，但可能不是这么习惯接受哦。手心向上对你来说，可能不是这么习惯的一件事情。你可能觉得，帮助别人、照顾别人，才代表自己是有价值的。但是宇宙在提醒你说，其实你接受爱、接受支持、接受温暖。这并不是一个自私，而是灵魂修复需要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好，在双鱼座的神话里啊，两条鱼用银线相连，当一条疲惫的时候啊，另外一条就会承接它，接住它。那其实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也是哦，你需要找到那一条愿意接住你的鱼。允许自己被接住，你要打开手心。好，因为你们太习惯去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的避风港，甚至已经成为你的本能了。但宇宙提醒你哦，接收爱，接收来自别人的爱，它也是一种力量。你需要打开手心，让爱流进来，不管它是亲情、友情或是爱情哦。当你让爱流进来，你的灵魂的伤口才能真正的愈合。而且，首要的任务是你要先爱自己，再去做下一个打开手心，让爱流进来的一个动作。好，再来看我们的牌，宝剑皇后。宝剑皇后啊，她有一个独立的智慧哦。很多人都会觉得宝剑皇后是很冷漠的，可能第一组的朋友啊，有时候别人会觉得你们好像有一点疏离，或是说表面上是可以亲近的，可是并不能真正的触碰到你的心。表面上是可以跟大家打成一片的，可是并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你，或是读懂你。要被你接纳这件事情，打从心里接纳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很多人以为宝剑皇后很冷漠、很疏离，就像你们一样，但其实宝剑皇后是因为她经历过太多之后，她学会保护自己。对你们来说啊，你们会想要先建立一个保护自己的城墙，等这个城墙稳固之后，你们再决定要放谁进来。这一组的朋友，可能你们有些人原生家庭让你觉得很压抑，甚至原生家庭的氛围能量会阻止你去爱自己。那你们经历了很多之后啊，宇宙想告诉你说，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候，让你重新去定义你爱的一个边界。你们手中的这把剑，它是智慧，也是界限。独立不见得是要拒绝爱。好，你们可以用一个你觉得安全的方式去爱自己，以及去感受到被爱的能量，用自己的方式去建立那座城堡。
权杖八，权杖八，它是一个行动的呼唤哦。当大家稳定下来之后啊，灵魂会推着你向前走。权杖八的能量很快，就像流星划过夜空一样。所以这张牌提醒你说，当你的灵魂准备好之后呢，其实一切会很顺利，一切会进行得很快。一旦启动之后啊，没有什么可以拦得住。这代表说，我觉得你来到地球的旅程啊，会进入一个加速期，可能是灵感爆发、环境改变，或是说有什么突如其来的机会打开了你的视野，让你往新的方向前进。好，宝剑四哦，宝剑四这张牌的能量很重要哦，它是一个很核心的能量，在这一组牌里面，它是让你呼吸的一张牌。你需要刻意的去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空间，什么都不做。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让你的灵魂有空下来、空闲的时间，要让你的灵魂有一个余地去缝合你自己。刚刚说过嘛，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在寻找灵魂碎片，当你找到了之后啊，要把它拼凑起来，要把它缝合起来。什么时候呢？宝剑四，好，让灵魂有这个时间空间去做这件事情哦。你们需要静下来哦。古代的萨满在举行一些重要的仪式之前啊，比如说像祈雨、治病，或者是说护航猎人出行的时候，他们也会先退到森林或是山洞哦，静静的待几天，不说话，也不进食。他们需要这样子安静的、沉默的时间。好，他们相信，如果要听到灵界的声音，必须要让自己的心完全的安静下来。这个沉默不单单只是不说话而已，而是要让你的思绪像湖水一样平静，直到心里没有杂音，只有很清晰的直觉，很清晰的直觉跟灵感。真正的力量是在沉默里聚集的。好，你们需要好好的休息。宝剑七哦，有关于真相跟谎言的一张牌。在你们休息之后啊，宝剑四的静心之后啊，你的灵魂会进入到一个更加敏感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你会开始听得更清楚，也看得更清楚。宝剑七是一张关于看见真相的牌哦。它的重点啊，不单单只是防范谁对你说了假话，谁说的话是谎话。我觉得宝剑七在这里更是要帮助你看穿你自己对自己说的一些半真半假的话。有的时候你害怕面对真相，你会用忙碌，会用借口，或是用各种方式来掩盖自己内心的一些恐惧或是欲望、渴望。你的灵魂知道这个是你保护自己的一种机制跟方式，这样做确实可以暂时的保护你自己，但就长远来说啊，其实它会让你跟你的天命，跟你要走的真实道路越来越远。有的时候这个欺瞒啊，外界的谎言啊，可能来自于人际关系、职场、家庭，甚至整个当下的社会环境。而你自己内在的一些谎言，则是你过去可能选择忽略的一些直觉声音，或者是说你明明知道了，你明明看见了，可是却选择假装没有看见，假装没有听见。宝剑七的课题是告诉大家，你会勇敢的拆掉这些伪装，它并不是一个冲动的，好像把一切撕开，揭露一切，而是我觉得你们会有安静的、智慧的去分辨什么是值得你信任的，什么是值得保持距离的，必须要保持距离。
你会面对真相，你会直视真相，并且做出一个选择。你们将不再被幻觉跟幻象绑住，你会活得更自由、更诚实。好，星星哦，星星这张牌呢，我觉得很像是你们灵魂的北极星，它是一张有关于希望跟重生的牌哦。可能过去你们有感觉到破碎，可是当你一遍一遍的把自己找回来、拼凑回来的时候啊，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要记得这个路途中，你要去抬头仰望，只要你愿意仰望，宇宙会给你光，它会去引领你走回到自己完整的灵魂的旅程。因为有时候你会迷失，不知道怎么走，我觉得星星的光芒是帮助你在你寻找追回完整的自己的时候，给你一个引路灯，不让你迷路。好，无论黑夜有多长，总是有这样子的星光，它在引领你回家。你的星星它也等着你去抬头，去看见它，它也在等你去发现它，它一直都在那里，想要去指引你。当你们在迷路、失落或是感觉黑暗的时候啊，宇宙告诉你说会有某一个指引，它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句话，或者说一个机会，像星光一样出现在你最需要的地方、最需要的时候，提醒你，用各种方式提醒你，前方的路其实还在。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哦。好，这张牌的讯息很温柔哦，它有一种静水流深的能量。休息并不是为了，好像白费时间、虚度时间、浪费时间哦，而是你们此生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你们的灵魂在这个世界漂泊了很久。现在应该要进入自己的轨道、自己的航道，让自己慢慢的安定下来哦。爱自己，你们要学会爱自己，收集你灵魂的每一片碎片，好好的爱每一片碎片。当你完整了，其实你本身的存在也会像星光一样去照亮别人。所以这组朋友啊，你们的使命来到这个地球不是为了拯救世界，而是你要先拯救自己，要先安定自己，安顿自己。当你内在完整安定之后，其实你帮助别人会变成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它不需要刻意的去营造，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米娅，那提醒大家，米娅的塔罗课程现在正在上线中，欢迎一起加入课程，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哦。你为什么要来到地球呢？你是带着什么样子的使命跟任务而来的？还有你接下来要往哪里去哦？好，第二组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第一张牌是新地球。新地球它是灵魂进化的下一个阶段哦。好，它是一种意识的跃升，也就是说啊，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是来见证新地球的诞生哦。地球的意识啊，正在从三维的恐惧、竞争、匮乏，进入到五维的爱、共同创造跟丰盛的这个过程。所以你的灵魂来到地球上，它不单单只是过日子，而是你想要参与见证这一场巨大的意识的转换跟转变。也就是说，你的存在很像是新地球蓝图中的观察者。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会用你的文字、艺术你的教学，或是某一种生活方式、某一种生活态度、某一种理念，或者说某一种你的观察等等的，把
新地球这个概念留下来，让后人可以看见这一段转折的痕迹。我觉得你在这个时代的交界点记录了人类蜕变的历程，这当中可能会经历破碎之后重组，最终呢会带来新的秩序。你来到这里是你的灵魂选择，想要去参与这一场很伟大的一个转变。好，很不简单的一组朋友哦。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好，曼德拉。曼德拉是宇宙的地图哦，在藏传佛教还有印度文化中呢，它也是灵魂内在秩序的一个投射。曼德拉的每一个颜色、形状，它都是能量的秩序。当它跟丰盛结合的时候啊，代表说你在这里的使命并不是匮乏的，而是你要把整个丰盛的意识带给这个星球。这个丰盛啊，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占有，而是流动跟分享。我觉得你来到地球可能是重新为了就是你来到地球是重新唤醒人类的这个意识，教导人类的这个真理哦。真正的丰盛，它并不是占为己有，而是一种循环的能量，是一种分享的能量。你的灵魂要把这种流动的丰盛重新的带回到人类的世界中。好，你们本身也是丰盛的。哇，冒险！你的这组朋友，你们的灵魂很有趣，很可爱，很像是一个这种小精灵啊，调皮捣蛋者。好，你的灵魂可能是一个探路者，你并不是被派来守城的，守护一座城堡，或者是说守护的家园，而是我觉得你们是被派来跨越疆界，开疆辟土，探索未知。很像是那种星际的游牧者，在不同的星球、不同的文明之间旅行，并且把经验跟智慧带回来哦。你们可能会经历了一些漂泊，然后去参与别人的生命的故事，或者说你见证了不同的文明、不同国度的故事。好，你把它收集起来，然后你把它记录下来，或是有些朋友你把这些智慧带回你的家乡哦。我觉得你的灵魂啊，一直在进行某一种田野调查，在各地旅行、观察、学习，然后再带回来。那我觉得你也用你自己的方式，把你在地球，在这个世界上所学习的各个经验都收藏起来，而且我觉得你们很可能像是一个记录者，你会把它分享出去，或是用你的方式把它见证下来。它可能是口传的，也许你是有孩子，你就会把你的一种观察心得去传递给你的孩子，或是说你是一个教育者，你会把你的一些想法理念无形之中的去传递给这些孩子。也有一些朋友你们用不同的方式去展现，呈现在你的作品，呈现在你的一个影片，或者说呈现在你的书写、你的记录中，你跟别人交谈当中的那个智慧，你用你的方式把冒险的体验收集起来，然后再把它很美好的传递出去。好，启发的能量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来到这里啊，除了观察之外，我觉得你们也很像是灵感的火种。你可能会用一段话、一句话、一篇文章、一个作品，或者是一段影片，就打开了别人的世界，或是改变了别人的人生轨迹，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影响了别人。很像是
苏格拉底他一生没有留下任何的著作，他不写书，但是他用提问的方式去启发了无数人的灵魂。所以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不见得一定要创造很强大很庞大的物质成就，你的使命可能是让别人想起自己是谁，或者是说你用一些提问的方式，你是用生命在启发生命。当然在那之前呢，我觉得你是先被启发，或者说你在这个探险的旅程中啊，获得很多的启发。我觉得你们是来快乐的体验的，你们是来这个世界体验有多美好，而且你绝对是来好像发光发热，施展你的强项长处，你是会被人看见的，你们是站在舞台上的。好，下一张牌，疗愈的能量这一组的朋友啊，这个疗愈啊，它不单单是一个治病、医治疾病的能量，我觉得更多的是它的力量在于让人恢复跟生命之源的某一种连结，修复地球跟灵魂之间的连结。你们知道吗？你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灵性的良药。你可能会透过陪伴别人、倾听别人，或是你的书写、你的音乐、你的艺术、你的创作、你的理念、你的话语、你的一个性格、你的生活方式、你的态度，让别人受到启发，让人感觉到平静，或是安全，或是感觉到疗愈。这个疗愈不只是治疗伤口，它会唤醒某一种记忆。你本身带着安定的能量，你可以让别人的心慢慢的复原。所以你们的存在很像是一个药，很难能可贵的一个药。这个疗愈这张图的图看像是一滴眼泪的形状好，我觉得受你疗愈的人他尽管哭，他哭的这个眼泪它是美的，他甚至有一种清醒过后的眼泪，或者是说因幸福而流下来的眼泪，因解脱而流下来的眼泪。好，很特别的一组能量。战车牌，你们的灵魂来到地球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跟方向感就像战车牌有黑马跟白马，是两个不同的力量，战士要驾驭这两股不同的力量是很困难的，可是你们的灵魂可以做到，你们的灵魂是驾驭这两股不同的力量，物质跟灵性两股不同的力量的高手。你们的灵魂有强烈的方向感，你知道怎么驾驭，你知道怎么平衡，也就是说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会说只好像我追求灵性，我去疗愈别人，我去探险，我去启发，但是我在物质上过得很贫乏。不是的，我觉得你们在物质跟灵性都驾驭得很好，物质是丰盛的，灵性也是丰盛的。好，宝剑一这张牌厉害了，宝剑一它是真理的种子，你们来到地球就是为了切开迷雾，把更高维度的真相带下来，无论它是以文字、理念或是行动的方式被表现出来、呈现出来。我觉得这把宝剑一就很像是第二组朋友你们手中的那一把真理之剑，去切开迷雾，让很多人看见真相。在没有看见真相之前，我觉得很多人是好像浑浑噩噩的活着，或者是说一天过一天，甚至把别人的这种知识理念吸收进来，以为这个就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以为这个就是自己的思想概念，然后这当中有很多的假象，或是说我觉得这当中有很多的欺瞒、诈骗，或者是乱象、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在这个时代。那你们的这把真理之剑会让人看得更清晰，有一种你可以给别人一个清白，沉冤得雪，或是说你可以把一个真相浮现，
你可以很清晰的去讲述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或者是揭穿某一个虚伪的表象。你们灵魂呢，来到地球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建立有意识的连结哦。圣杯二在这边呢，它不仅仅只是恋爱，而是人跟动物、人跟大自然、人跟其他生命之间的一个深层次的互动。你们正在建立桥梁，这个也是你们的使命本身哦。建立一个深层的连结，人跟人之间，人跟动物之间，或者是说人跟星球、人跟生命的全员本身，这个刚刚有提过嘛？好，哇哦，这张牌不得了了，国王。好，国王啊，这张牌集合了4大元素的能量，不管是宝剑、权杖，或是金币，还是圣杯哦，你们在这4个方面呢，都有成熟的掌控力。我觉得你的灵魂在游玩跟体验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你应该要做的事情，你要完成的课题。就是说，我觉得你的灵魂呢，是记得我要去负责的这个讯息哦。除了游玩体验，你生命当中的长期的任务，你是一直都放在心上的。你的灵魂很成熟，充满责任感，然后会去完成地球给你的使命。我觉得接下来你们会持续的启发跟影响更多的人，并且把你们观察到的一切好像记录下来，传承出去，见证出去。好，最后一张牌是审判哦。这张牌揭示了大家灵魂的最终的行动。我觉得很可能大家会去公开你所收集到的一切的真相跟记录。它有点像是灵魂任务阶段性的完成，去交卷。比如说呢，像是历史学家，他会将他的研究出版，或是导师他会将他的一些智慧，毕生的智慧去传承出去。那你们也有这样子的能量哦。你可能在这一生，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的观察、学习、体会跟记录、启发，还是疗愈等等的。你会去公开你的知识，让人类知道你发现的真相。我觉得这个是你们会做的事情。你们永远都比别人走在更前面的方向，时代的领航者。也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会受到你们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或者说你们公开这些记录所影响后代好几世。因为我觉得你们的思想跟言行是领先很前面的，可能还有那种好推翻过去的某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想法、概念，或是组织，重新建立一个生命的能量，或者是生活的方式，或者是一种秩序感。你们有这样子的能量。有点像是在科学界，比如说在科学界提出了一个很新的理论，让后人去追随，但是在他提出的当下，它是一个跨世代的创举。你们就有这样子的能量在，你们提出的见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只有你们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公开跟这样子的记录，然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动轨迹，或是你们的一个发明、你们的一个创举、你们的一个创念、你们的一个创想。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你们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组，带着特别的重要的使命而来。
好，那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塔罗课程现在正在上线中，欢迎一起加入，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下次影片见，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第3组的朋友们看一下，你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球，以及将要往哪里去哦？你们灵魂的任务是什么？好，来看一下 Awaken。第3组的朋友啊，你们的第1张牌哦，告诉我说，你灵魂来到地球的目的是为了要唤醒你自己的内在的潜能，要去看见你的潜能，并且活出真正的自己。也就是说，这是一张灵魂唤醒的牌哦。第1组的朋友，你们来到这个地球不是偶然，而是你的灵魂选择要透过这一世去唤醒你内在沉睡的力量。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并不是来躺平过日子的，也就是你并不是来过平凡日子得过且过的，而是我觉得你们会通过行动，透过创造去证明你可以把你所想要的变成现实，你可以做得到，你可以去证明自己的力量，你做得到，而且比你想象的还要更多更好。好，下一张牌 Manifest， 好，显化的牌。哇哦，这一张显化的能量很强大哦！你们的人生主题就是要把梦想变成现实，而且你的灵魂呢，告诉你，不是只有想哦，不是只有想一想画画大饼而已，而是你会真的去落地执行，你会真正的把脑海中的蓝图变成可以看得到、摸得到这种实际的东西、实际的成果。我觉得你们很适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去从无到有的创造东西。那显化的力量在你身上非常的强哦，你会把你的梦想，实际的执行显化出来，然后去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你们有很强的心想事成的能量第3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来到这个世界要来闪耀，要来成功，要来成就的。Impulse， 好，这张牌代表冲动跟灵感哦。你的灵魂特别希望你去抓住那些突然出现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说一些一闪而过的灵感，在脑海中突然的一些冲动。那可能就是宇宙给你的行动提示哦。大家不要一直犹豫，也不要害怕犯错。你的一些直觉啊，往往就是宇宙想要去指引你，或者是想要替你开一扇门、开一扇窗、开一条道路。所以我觉得你的灵魂蓝图是允许你到处走走，到处看看，到处去尝试的，允许你可以走不同的道路。好，你们不是那种墨守成规或是被限制住、被框架住的人，你们的思想是非常奔放跟活跃的。下一张牌哦，天使之歌 Angel Sound。 哇哦，这张牌很温柔哦。第3组的朋友啊，你们这一生哦，会有很多的贵人替你们引路。看一下这张牌哦，在黑暗的森林中，有不同的彩色的这个星光点点在指引一条路。你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的贵人，很多的帮手，都在指引你走向正确的方向。会有人在你低潮的时候拉你一把，替你打开一扇门。你的灵魂想要告诉你说，不要去拒绝别人的帮助，因为这些帮助啊，还有这些资源啊、金钱啊，都是宇宙为你安排的礼物。在你觉得想要放弃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人来替你照亮眼前的道路。灵魂要你敞开心胸去接受帮助，这些帮助并不是偶然，是宇宙给你的礼物哦。
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是一句话、一个转念等等的，就让你知道接下来的方向怎么走。我就一直都有冥冥当中有一股力量在温柔的指引你往前走，去避开一些真正的陷阱，还有真正可怕的伤害。有些朋友你可能也会觉得说，我走在人世上，在人世间走跳，我也尝了不少的苦，或者说我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但是我觉得宇宙要提醒你，有些痛它是一刀毙命的，有些苦或者说有些波折它是可以复原的，它那个程度不同，杀伤力也不同，宇宙会帮你避开我觉得真正的陷阱，或者说真正的伤害。下一张牌，哇，又是一张显化的牌，我们有2张显化的牌哦。你真的是非常强的显化者，你内心所思所想啊，还有所说的话，都会直接影响到你吸引而来的人事物，所以要注意，宇宙要提醒大家哦，把焦点放在你想要的结果上，而不是你害怕的东西。因为这张牌再一次强调，大家就是天生的显化者，你的思想会直接吸引你对应的结果，专注在你所想要的，好吗？来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那张牌是金币7，第2张牌是圣杯国王哦。金币7，其实大家的人生是需要耐心的去经营的，要持之以恒，大家要学习持之以恒这个功课，因为你们会创造一些东西，你们会把梦想落地，可是这个过程它是需要时间，它并不是一夕之间出现，它像种子一样，它需要慢慢的发芽，而且大家的成功跟成就会随着时间的累积越来越大，只要你耐心耕耘，你持续投入，成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稳。圣杯国王，你们会拥有圣杯国王的一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情感上的智慧，你可以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而且这张牌也代表说，其实大家你在地球上的影响力不单单只是你的专业能力，有些朋友你可能是工程师啊、医生啊、律师啊，或者是一些机械啊、飞行、交通运输啊等等的这种领域，或者是说跟数字文字有关的一个领域哦。好，你的影响力不仅仅是你的这个专业能力，还包含了你对人的关怀跟引导。我觉得你们会成为你那个领域中的带领者，甚至是别人的精神支柱，因为你拥有情感上的成熟跟稳定，你可以在关键的时候用你的智慧去引导别人。也就是说，你们不单单是某一个领域中的专业者、佼佼者，更是带领者，人心会往你这边靠拢。好，圣杯7，你会面临很多的选择，也会有很多的机会出现在你面前。这是一个祝福，但同时也是一个考验，因为大家需要练习筛选。同样的，你身边的人际圈也是，你可能有的人生到了某一个阶段，你需要做筛选，去把旧有的人际圈做一个清理、断舍离。可能在这个清地基的过程，你会感觉到孤单，你会感觉到好像这个清理很像是一种掏空，可是这个是必要的一个过程。好，你需要练习筛选，才知道什么是你真正的核心目标，而不是被这个花花世界中很多的选项分心哦。你面临那么多的选择跟机会，要用心下来去看哪一个方向才是你跟你真正的灵魂目标对齐呢？哪一个方向才是真正的灵魂要去的地方？这个就是成功的一个关键哦。圣杯王子，好，你们的人生啊会被梦想所推动。这张牌鼓励大家保留一颗
最浪漫的心。你的创造力、你的方向感都来自于梦想的引领。不要害怕做梦，不要害怕追梦，不要害怕你的梦太大。你的灵魂来到地球，就是要让你看见你脑海中梦想落地的整个过程。梦想就是你行动的燃料。好，这边也有金币的王子，所以你们不单只是想，你们有很强的实作的能力。所以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你们的灵魂蓝图在告诉你说，你来到地球是为了将梦想落地，创造，去领导，去活出自己的成就。你会在你的专业领域去得到认可，去建立你的名声。你可能也会获得很多的奖项，受到这个世界的认可。你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会有贵人，会有灵感，会有梦想，但同时你也需要耐心的去耕耘，并且在众多的选项中去做出对自己真正有意义的一个决定，然后要去坚持哦，因为你的灵魂相信你自己是做得到的。好。灵魂呢还提醒大家，因为你们可能会是时代的，就是这个领域中的这种走在很前面的人哦。当然，有的时候你们的这些天赋跟天资会让你，我觉得有一点点算是自傲跟骄傲的能量，有点像是不想要屈就，或是不想要这么轻易的人让别人进来，有一点点拒绝交朋友的能量。好，但这个也会让你比较孤单，你可能会觉得遇不到志同道合的人。宇宙想要跟你说，除了在你的世界中坐稳王位、坐稳宝位这个宝座之外啊，其实你也可以去结交一些不同领域的朋友。好，有可能你在这个领域是王，是很高的，可是别人在这个领域的成就可能很低，或者是说看不见，但是他也许有其他的擅长的地方，或者说他有其他的他自己的就是专长跟特质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在关注一些在交朋友上，在筛选朋友上，不要把自己好像因为太怎么说呢，有一种傲骨的心啊，就是会把别人都拒绝跟推开，觉得说我跟你解释太累，我干脆就是只跟很少数的人来往，不要把自己这样子的封闭起来。你们可以先去面向广的接触，然后再去决定谁要进来，真正的朋友还是会出现的。最后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他对你的爱是没有边界的。可能你曾经受过伤，感觉被冒犯，或者是说感到心碎，但是宇宙依然爱你，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爱，并且你可以让爱流动到各个方向。好，你的爱，或者是说你内心感觉到你被爱的能量，会成为你最大的底气，支持你去创造，去领导别人，去成就你灵魂的使命。然后宇宙派一些贵人来引领你，帮助你，也是对你的一个爱。你的成功啊，你的存在啊，就是你对于你自己，还有你对这个世界最美的礼物。所以呢，请大家坚持下去，好吗？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节拍啦。我是蜜雅，最后也提醒大家，蜜雅的塔罗线上课程现在正在上线中，欢迎一起加入，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